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量子位元和量子电路哦。我们在前一个单元里面呢，已经提到这个量子位元啊。量子位元呢，它基本上如果把它当作是位元来讲啊，位元的话基本上它就是 true 跟 false 0跟1。那量子位元呢，它基本上是它有一定的机会在0啊，有一定的比例在1。好，那不管它是这个在0还是在1啊，它的就是阿尔法加贝塔嘛。这个阿尔法呢，它的这个绝对值的平方加上贝塔的绝对值平方必须要刚好等于1啊。这个等于1呢，它还是一个标准有效的量子的这个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量子电路。量子电路呢，它是我们这个量子计算的基础那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啊？这个量子程式设计的核心呢，它基本上它是在建构和操作量子电路。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量子的这个计算它在计算上面呢，我们在前面提到，它不是在做这种数学运算，它做的话是做这个逻辑操作那在这个逻辑操作运算上面呢，这个逻辑到底怎么走？基本上你这个布线可能要先下去做一些layout啦。好，所以呢，量子电路是执行量子演算法和进行量子计算的主要方式。好，了解它们的设计呢，是理解量子计算过程的关键那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量子计算它的方式因为它是在这个逻辑上面的操作所以呢它是非常非常底层它不像是虽然说我们都是用高阶程式语言，像我们用 Python 下去写，可是它后面做的事情基本上是非常这个比较低阶的它是靠逻辑控制去做一些这些处理以及应用，所以呢变成说我们可能要先把这个量子的这个电路，或者说我们所谓这个逻辑设计图，先把它建构出来，我们才有办法去规划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如同在传统设计的程式设计里面需要去了解逻辑闸和电路的这个布局一样量子程式设计也需要对量子闸跟量子电路结构要有深入理解，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往下做下去好，那量子状态的控制以及它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下量子程式呢它基本上它涉及到精确的操作量子位元的状态我们量子位元的状态基本上都在讲它的这个叠加跟纠缠那量子电路它提供了一个框架透过量子闸来去完成这些操作那透过学习量子电路的设计呢程式设计师他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如何有效的去运用这些状态来去执行复杂的计算任务那其实我们通常都会很希望最后它能去做到一些我们这个期望的这个复杂度可是在那之前我们会有一个电路设计的那个门槛。电路设计是怎么样？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演算法的想法，把它建构成逻辑的这个操作图然后你有这些逻辑的操作呢，基本上你才有办法把你的这个量子位元放到你的电路图里面去跑跑完之后你再下去做观测那我们来看一下演算法的这个实践跟最佳化在量子程式设计中将演算法转换成实际可以执行的量子电路它是一项关键任务它基本上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如果要让你的量子能跑得起来的话，你一定要有那个电路你一定要让那个电路，不是你有量子位元就可以去处理你一定要有电路。好，所以呢，去理解这个电路的设计有助于这个确定如何有效的去实现特定量子演算法。好，那了解这个量子电路还可以帮助程式设计师去最佳化它的计算过程。这个如果能做到，通常是一定会做到然后呢，减少所需要的这个什么量这边指的应该是指那个量子位元的那个数量，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是量子位元，它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需要多少？我们在这个运算上面呢，需要几个位元我就可以投入多少的这个量子位元没有办法如果你有办法为你的程式下去做使用更少的这个量子位元去做到原本它应该做到的事情的话，那基本上呢，对于这一个演算法的运用基本上就会变得比较实在一些好，怎么样从理论到这个实践我们来看一下量子电路的学习不仅是限于理论层面它还要将这个量子计算的理论转换成实际可运用的桥梁所以呢，基本上那些就是我们程式码，是我们必须要用透过程式码去建构我们的量子电路，然后呢，再把什么东西，再把我们这个量子位元宣告出来量子位元宣告出来之后呢，你还要再把它上到电路里面让它下去做执行，执行完之后呢，再下去做观测你才有办法知道你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掌握量子电路设计
是将抽象的量子概念转化为具体应用的重要步骤。哦，我讲是这样讲啊，这个量子电路在熟悉之前啊，基本上它在我们脑袋里面还是属于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哈。好，不过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就会让它慢慢变得越来越具体哈。好，量子计算的视觉化与直观的理解哈。量子电路呢，基本它的视觉化有助于帮助程式设计师更直观的去理解量子运算的过程。通常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会先去看一些其他人设计的这个量子电路图，了解它电路怎么样下去做运作的。所以当你在写程式的过程中，你再去建构你的演算法的时候，通常你都会先有一个这个规划，以及会有一个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当你的电路设计完之后呢，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操作。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电路图把它这个绘制出来，它跟什么东西很像？跟我们在做这个 TensorFlow 去做这个模型的框架很像哦。那个模型框架设计完之后呢，通常我们会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会去把摘要输出。我们透过摘要呢去了解说，我们设计的这个模型上面这个它所用的这个参数量会不会太高？它的 input 跟 output 是不是跟我这个原本所预定的这个需求的这个设定值是相符的量子电路在这个地方呢，你把它输出成视觉化的图像基本上它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它能让开发者去更直观的去了解这个量子运算的这个过程。那这对于构思跟实现以及除错量子演算法是非常有用的好，那量子电路的定义我们来看一下量子电路到底是什么？量子电路它是由量子位元跟量子闸所组成的量子位元呢基本上就是 qubit。就是 bit 的升级版qubit 那接下来是量子闸就是我们这个 quantum gate 那量子位元呢，基本上它就是因为我们这已经反复提好几次了，就是量子计算的最基本单位我们如果说是在一般的电脑里面，最基本单位就叫位元只有0跟1的表现。在量子电脑里面呢，它的最基本单位就叫做量子位元不过我们这边写的是它在量子计算里面的基本单位就是量子位元。然后这个位元怎么样下去做调整，怎么样去做操作，我们就是用控制闸在这边叫做这个 quantum gate 就是我们的量子闸用于操作跟变化量子位元状态的一个工具好，那量子电路基本上就是一系列的量子闸的集合，就上面有非常多的量子闸按照特定的顺序下去做排列用于去执行它的量子计算。它在结构上面的安排就是量子闸在量子电路中的安排基本上它就是决定它的计算具体的这个过程跟结果。一般来讲我们那个程式码执行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我们一般在程式设计课程都这样讲。在量子电路里面的执行就从左而右从左而右，然后呢每个量子位元的排列就是从上而下这个设计的还不错刚好都跟我们一般这个常识的概念是一样的。好，那量子的操作量子操作呢，就是通过这些闸，什么闸就是量子闸通过量子闸去改变这个量子位元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量子计算。量子计算是怎么样？量子计算呢，就是透过逻辑跟逻辑之间的运算下去做处理。好，比如说这个改变量子的状态位元的状态或者是叠加纠缠，以及去做量测量测这边提一下量测是怎么样？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那个量子位元进到量子态的时候，有一定的百分比是0，有一定的百分比是1。那它最后到底跑完到底是0还是1你要下去做量测。量测是怎么样？量测它会去把这个结果下去做探索，探索完之后呢，它就会归在一个0或者归在一个1上面，到时候你就直接看它输出结果就可以了。好，那量子电路跟传统电路的区别，我们来看一下在传统电路里面常用的逻辑闸，像什么 AND OR NOT 不是只有这些我们还有什么这个什么 NOT 然后 XOR 还有这些好，用于进行基本的运算位元的运算那这些运算都是怎么样？都是基于确定性的位元状态，就是它都是拿0跟1下去做运算。最常看到的就是我们那个逻辑闸的增值表那我可能是会有这种0 1 1 0 0 0 1 1这4种状态下去做排列根据它是做 AND OR 还是做 NOT 下去做调整。好，那在量子电路里面呢在量子电路里面，量子计算的基础是量子位元跟量子闸它们可以模拟传统的逻辑运算当然过程跟原理会有点不太一样啦所以呢NOT 这一件事情比较好做这个我们后面会带大家做怎么去做这个量子级的这个 NOT 就是量子 NOT 那如果要去做量子的 AND 跟量子的 OR 呢，它的处理方式就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了好，
如果你要去做 AND 啦，我投影片上面讲了，如果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必须要用特定的量子闸的组合，不是一个哦，你要透过组合哦，组合起来之后呢，它才有办法去模拟传统的 AND 运算。好，那实际上啦，这个量子这个版本的这个运算通常会更复杂哦，因为它们涉及到量子叠加跟纠缠，所以我们介绍是这样子介绍，就是讲说哦，它就是去做这个逻辑上的运算哦，逻辑上的运算，它不是做数学运算啊，可是它的逻辑运算呢这个又比这个传统，并不是说把传统的这个0跟1变成这个模糊态的这个0的百分比跟1的百分比下去做 AND 运算了，它不是这个样子哦。不过呢，这件事情还是做得到啦，你就是可以透过一些特定的这个量子闸的组合下去完成这件事情。好，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基本上叫做超越传统的限制啊。量子叠加和这个纠缠量子电路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利用叠加状态跟纠缠现象来去进行一些运算，这使得量子电路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传统电路例如说它可以进行这个平行处理或者进行这个更高资讯密度的这个资料处理好，那例如啦像这个量子叠加允许一个量子位元同时代表多种数字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增加了它计算平行性跟它的效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啦，运算的确定性跟几率性什么叫确定性？什么叫几率性？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量子态就是那个量子位元，它会有一定的机会在百分比出现在0有一定的机会出现在1这就属于这个几率性。好，那确定性呢，通常都是你这个看到之后你把它这个探索完之后呢，它才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那么来看一下啦。这边讲的是传统电路确定性以及量子电路的几率性来，传统电路的确定性指的是传统电路的输出是完全确定的。好，为什么？因为你的输入状态就是确定的嘛。你输入的这个状态呢，这个不管是 true 或是 false 根据你里面的逻辑闸的这个变化到最后输出的结果基本上就是确定的就是确定的。那量子电路的这个几率性到底指的是什么？就是指说量子运算的结果通常是具有几率的这表示在量测位元的时候在量测你这个位元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各种可能结果的分布几率。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出现0，它有可能会出现1那它基本上0跟1的结果，它是根据它现在目前的几率的分布下去做呈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才会讲说电子电路它基本上是属于几率性的传统电路它是属于确定性的。好，那针对特定问题的优势指的是什么东西那就是说，即使这个量子电路它可以模拟传统逻辑的运算，但它真正的优势是在解决传统计算传统计算机难以处理的特定类型的问题例如说像那个大数的大值因数的因数分解或者是去进行一些这个量子模拟在传统的电路上面不是说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的这个资料量如果太大的话，这个一般的机器它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应对这个问题。可是呢，它在这个量子电路上面呢，因为它的这个状态它是用一个百分比下去做呈现的，所以变成说它可以在同时间去处理一些非常大量的资料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